提起古代战争，你想到的是不是《三国演义》如火烧赤壁、长板桥退曹军、白马坡之战、温酒斩华雄各种经典？那印象深刻的将军又是谁？一定有关张两兄弟吧。首先说的当然是关羽。曹操被困白马坡，两镇军前袁绍的大将颜良一人单挑了曹操几个大将，斩于马下。就连徐晃都败下阵来。对峙中，曹操唉声叹气。此时的关羽正好暂期于曹营领命后，直接跃马冲向敌营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手起刀落，斩下颜良首级。曹操这边一看，赶快令大军冲杀过去，于是援军大败。将军真英雄。《三国演义》中两员猛将的单挑扭转了整个战局。但演义和电视剧为的是观众过目不忘记，可以增加主角光环，是艺术创作。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哪次战争是因为一个将领的深入敌军而扭转局面的，基本还是要靠士兵的素质、将领的作战方针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才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败与否。事实上的战争会是这样吗？实际这些正史书上对战争细节写的都不太清楚，能找到的描写战争的文献少之又少。那古代的仗到底怎么打？从古代的兵书中，我们窥得端倪。2500年前春秋末期，有个叫孙武的人写了一本《孙子兵法》，他就是国人熟知的孙子，被尊为兵圣。这本书可不得了，不仅是世界最早的兵书，还是兵学圣典。全书13篇，全是介绍如何打仗的。孙子说：“兵者，诡道也，主张慎战。”简单的说，就是轻易别打的话，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赢得战争。从做好战略谋划、战争动员、战前保障、制定战时计划、分析形势、兵力配置、了解地形、战术分析，行军中如何观察敌情、迷惑敌军，配合军事间谍，使用知己知彼，不一而足。每次战争都是一次周密的筹划和大型的团队行动，计谋随变化而变化，手段无所不用，其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最高目标。主将负责指挥、调动，保障全军作战时整体目标的实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好将军可抵百万雄兵，大将出去单挑，这样重要的人才暴露在对手面前，太危险了，也好蠢。但为什么我们熟知的影视作品中，无论历史题材或者金庸小说中的桥段，都要让大将出去单挑呢？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展现影视效果，突出主角，强化主角人设，让观众看着更精彩、更过瘾。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将领出去单挑，只要一打仗就是各种方阵战术，宏大的场面，那么精彩程度肯定不如大将单挑马嘶长鸣、擂鼓助威等各种各样的武打细节更能吸引观众的味蕾。所以大将在影视作品中就要受苦了，是一定要出去单挑的。孙子兵法里从第一篇祭篇到最后的用间篇，全程没有看到将军单挑这样的方法。明代的一位爱国大将军，沿海抗倭，北上抗蒙，他集毕生作战经验，撰写了《纪效新书》，是明代著名兵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戚继光。纵观全书，对选兵、练兵纪律、军备、技艺、攻势、为将者素质都有专门篇幅。主将负责的是整个战事的运筹帷幄，重要程度不必细说。书里有写大将去单挑吗？不存在的。那古代战争是不是就没有单挑这回事？倒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古书还是找到了一些单挑记录的，但都有着特殊原因，发生的时间也早在战国前。比如五代时期，中原一大群的小国，各国都没什么人口、家底，彼此之间实力相当，各诸侯互相知晓，底细硬拼，没有胜算，搞不好人家还黄雀在后。于是双方选个武将单挑打也打了，胜负也分了，实力还保存了，默契十足。随着各国实力也不断分化，孙子兵法出现后，单挑基本也就消失了。从古至今，战争都不会是一个人的事，个人的力量不能改变整个历史的洪流。战争面前，战略部署和团队协作关键，将军也是整个